这是佳能 EOS R5 的116菜单，无需联机拍摄，开启后机内电子快门9连拍，自动生成一张4亿像素的 JPG， 不留任何 RAW 文件。这是索尼阿尔法 7R4 的116菜单，建议联机拍摄，拍完电脑内自动生成一个 ARQ 文件。4合一的像素依然是6000万，16合一的像素是2.4亿。拍摄过程的 RAW 文件全部保留，生成的 ARQ 文件可以用原厂的 Editor 软件打开转档，也可以用 Adobe Camera Raw 或者 Lightroom 处理。后面还会有 ACR 增强4倍像素和16合一的对比。这是富士 GFX 100S 的116菜单，也建议联机拍摄，拍完电脑内自动生成一个 DNG 文件。只有16合一一种模式，像素是4亿，拍摄过程的 RAW 文件也全部保留。来张表格简单总结一下。经过2天折腾，在积累了70多 G 的数据后，我们得出了以下的对比。先看佳能 EOS-R5， 这张请留意二维码周围的纹理。这张除了蔡司诗经字体，还请留意左下角外颜色3个字和右上角布料的摩尔纹。这张还是看二维码周围的纹理，尤其是左侧。这张左右互换了位置，左边是116，洗洁精的商标牌细节更细腻更平滑。注意画面右下角116拍清楚了收音机贴纸上的小字。试试外景，注意空调外机的细节。接下来看索尼阿尔法 7R4， 单张和4合一的放到200%，统一大小有利于比较。左上角是单张，空调外机出现了明显的摩尔纹，左下是4合一116，不仅消除了摩尔纹，而且锐度明显提升。有趣的是右上角 ACR 增强后，摩尔纹有所减弱，细节锐度竟然也不错。右下角的16合一116不仅消除了摩尔纹，也有着丰富且平滑的细节，但显得锐度不足。刚才是广角场景，再看看100毫米长焦场景，运动的树叶就别看了。16合一116的细节并没有肉眼可见的增加，整个画面肉乎乎的。这张看大桥的钢缆，116好像弱化了空气扰动导致的细节扭曲，后面还会有照片印证。再看这张蓝底白字的路牌，116摇出了更多的细节。这个场景看小区的金属围栏，116的细节更真实平滑。绿化带上的广告牌可能不在焦内，没有摇出更多可见的细节。那辆运动的汽车就别看了。这张看阳台上的打孔金属板，虽然锐度不高，但每个孔都在，不像左边的单张已经连成线了。接下来进入横向比较，必要时请按下暂停键，仔细查看。GFX 100S 和佳能 R5 统一转接佳能21轴，阿尔法 7R4 用原厂的1220GM 的24端，富士和索尼都放大了4倍，而佳能放大了9倍，所以它节像最大。但是21轴的分辨率有限，拉低了116的上限，后面还会有照片印证这一点。这张是长焦，可以看出116对震动极其敏感，即使我们在三脚架上挂了沉重的摄影包，但是风很大，依然影响了最后出片。来看远景，前面说了21轴拉低了116的上限，这里可以看到金属板上的小孔，116以后依然看不见。这里的塔吊不是静止的，大风天有点摆动，所以116出片有点颗粒感，尤其是右下角佳能 R5 那张。再看这张，3台相机用的是同一支镜头，右下角 R5 的区别最大些，是不是说明佳能的算法还有潜力可挖？
这里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果镜头分辨率不够高，摇摇乐能增加的清晰度就微乎其微了。这张佳能 R5 缺席，感觉摇摇乐明显削弱了空气扰动带来的画面扭曲。这张也一样，细节更平滑。这张摇摇乐让宣传牌上的小字更清楚些。这张摇摇乐几乎消除了空气扰动的效果，据说深空摄影的堆栈也有类似的作用。这费劲又麻烦的摇摇乐究竟好不好用？你们说了算。感谢观看，下次再见。